北辰，我拿小橘书，你可以动吗？你不准动。我1本小橘书70%封锁能力，3本小橘书210%，封死你！战力爆表，这种书怎么可以丢？神灵附体啊！赖清德是真的怕成为下个马杜罗，你不要以为正义使命2025，他要真的没在怕，他就呛瞎了。他就是因为怕，所以他说不要升高情势，妥善应处。台湾从来都不会是升高情势的那一方。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生擒马杜罗，大家知道葛莱仪是很重要的，在美国观察台湾的一个算是研究员或者是媒体，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的主任，他常常发表很多对于台湾的一些文章。那这边主要是3例来做一个报道啊，他们去转了葛莱仪的一个谈话，因为呢，美国抓了马杜罗，有人就认为说会不会北京仿效美国啊？那你想一想啊，他们怎么抓马杜罗？他们开了一艘福特号航空母舰，开了一艘硫磺岛2栖攻击舰，巧了，俺也一样。那他们派了什么呢？他们派了 F-22、F-35、P-3C 预警机，巧了，怎么东方的有人也一样？好像有人福特号航空母舰是电磁弹射，哎呀，怎么福建舰航空母舰也是电磁弹射？哎呀，它有硫磺岛号，这里有海南舰，有湖北舰，哎，075好像也是2栖攻击舰，还有一艘正在海试的四川舰076，还可以弹一下。美国动用了 F-22，哎，奇怪，最近啊，在台湾上空飞来飞去，战役使命2025怎么也有歼20啊？刚好是主力的5代空优战机。派了 F-35，怎么有歼35啊？看起来美国能达成的条件，好像现在解放军都能达成哦。所以啊，葛莱仪就出来啊，抓赖清德不太可能达成统一啦。这个到底是消毒还是降温啊？联合国3场，上3场，下2场是英法没用了。上3场，美国、中国、俄国的演示是最粗暴的，开到人家的这个土地里面抢地杀人，这俄国最粗暴。可是美国给他拍手，还压着乌克兰赶快投降，我要把你乌克兰给分了，来平衡我美国的账。俄罗斯还可以参与重建哦，这是第一等。第二等，跑去炸人家家里，把人家总统逮走，杀了几十人，好几十人。我那天看了一个美国的亲共和党的法律专家说啊，这一切合法啊，美国只管犯人呢能够来到庭前啊，我们不管他怎么来到庭前的啊。庄孝伟耶，你把人绑了，你还沿路杀了据说死了80个人啊，你杀了80个委内瑞拉人，如果你在美国杀80个，你看看，你杀一个就够你做终身监禁了。你杀了80个人，然后去逮人家的总统夫妻，那我就问嘛，但他老婆犯什么罪啊？他老婆有深度参与这一切吗？那你逮他老婆干嘛呢？是吧？把人抓到美国法庭，然后顺手干掉了80个人。那如果这80个人是美国老百姓的话，要起诉多少人？请问这80个人都是战斗人员吗？就算是战斗人员，在美国跟委内瑞拉没有宣战的状况之下，你可以随意的枪杀或者炸死，或者用任何方式处决掉他国的老百姓吗？可以吗？其实今天川普所示范的这个行径是极其恶劣，而且也让全世界看到，冷静的人看得出来，美国的家底就剩这一些，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现象。所以美国人现在急着满世界解释，有些人也懒得解释，因为你这样做就代表我为了达成目的随意杀害他国公民是合理，更别说前面什么为了扫毒拿战斧巡弋飞弹去炸人家的运毒快艇，还要标示运毒快艇，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上面有没有毒，然后上面有3个人5个人6个人就砰就炸掉，炸掉就死掉。你知道还发生过一件事情哦，有一次炸的不是很准，那个船啊上面着火，然后呢，因为那船比较大一点点，有几个人没被当场炸死，他们呢在那个着火的边缘哦，还在划水，然后呢想办法爬到那个船没有着火的地方啊，在喘息这样子，马上再一发，剩下那3个人还4个人全部彻底的被炸得粉身碎骨，所以炸了第2次。他已经把那个船给炸烂了，上面着火，上面的人可能都烧伤了，他只是在上面船快死，再给他按，再按一颗，再炸一次，把它给炸掉。那些船其实充其量就是一些渔船，讲白了就是一些玻璃纤维的小船，一些快艇，就它上面藏毒，你美国大兵走上去踹个2脚，棒棒骂句娘。葛莱仪啊，他在他的推特就发文说，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行动是否使中国对台湾采取行动呢？简而言之是不会，先洗地嘛。他指出啊，华盛顿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与抓拿马杜罗提供中国将美国描述成霸凌小国的全球霸主的机会，这使美军进一步推展贬低美国在国际舞台正当性的目标。中国不太可能借此根本上改变对台湾策略，中国不会将美国漠视国际法的行为作为推动对台动武的理由。那他指出了，中国只有在符合自身利益时会遵守国际法与
国际准则，否则则置之不理。这句话换成美国更准吧？那美国现在怎样？美国就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也不遵守国际法，也不遵守国际准则啊，连国内法都不遵守了。我说葛莱伊啊，丢不丢脸啊？葛莱伊，你都不脸红。中国一直将台湾视为内部事务，不会将台湾与美国委内瑞拉之间相提并论。他认为针对委内瑞拉的行动，并非中国夺取台湾的行动蓝图啊。那抓拿赖清德不太可能帮助北京达成统一啊。习近平对台湾的自身政策是基于他的自身逻辑与策略，不太可能被美国日前行动或俄国侵略乌克兰所影响。可是问题是你们都演啦、你美国告诉全世界，俄罗斯打乌克兰很合理很正当，而且普京是一个大好人，我们就该瓜分乌克兰，叫乌克兰还钱。这个是川普告诉大家的，跑去委内瑞拉杀了80个人，把人家的总统夫妻抓走，说我这个行动是合法的，不告诉国会的。啊，你这种行为，不要说中国会不会效法，但是我觉得很好笑的是三立新闻，你是摆明在制造借口跟理由给中国动手啊！美国为了抓马杜罗，甚至建了一个跟马杜罗避难处一样的地堡来进行演练。巧啦，好像有人也在内蒙古建了一样的基地啊。2栖战车在福建海域执行登陆训练。属于厦门的解放军第73集团军被视为共军对台作战的最前线部队，在总统就职满周年之际登陆演训，示警意味不言可喻。解放军模拟攻台的各种情境，现在就被发现在大陆的内蒙古阿拉善地区有一块特殊的模拟街景。那我们实际从空拍的地图来看，跟台北市区做对比，那其实就是在总统府附近的博爱特区。巧了，怎么会这样呢？所以赖清德要不要怕？赖清德可以说我不怕，我不怕，咕咕，我不怕，可以继续不怕。所以赖清德不怕的结果就是让青鸟彻底的丢大脸，坚持了2天，台独又失败了。不要告诉青鸟他们会崩溃啊！20名绿委员提案两岸改两国，台湾证明删除国家统一。经传提案的李英锦却撤了案。莱尔校长怕变委内瑞拉总统了吗？青鸟有多崩溃？造谣历史歌有没有？国民党立即停止造谣，没有成案何来撤案？跟大家报告最新进度，仍有同仁欲联署，此案牵连甚广，需跟着条文变动，既要修就要修完整，尚需时间。议事处对我的提案提出了许多修正建议，结果马上被打脸。没撤案不好嘛？推动法案啊，支持林英杰，我们对岸在支持你们，所以有要提吗？你去问谁造谣啊？你主持都说了，你还推他进火坑，笑死真他们猪队友啊！然后还去坚持没收案就算撤案啊！青鸟真的是一堆白痴，还继续哦，还没结束哦，蠢到没救哦！这就是我支持民进党的原因啊！哥哥，这就是我支持民进党的原因，全都给我动起来，把台湾人还给台湾呐！龟派气功，超越撤案，根本是没送件，吹不到48小时，马上又要回家哭哭，是真的很气呀！看到这几位啊，有没有这提案的啊？不是很勇。台湾国立委不是王义川送案用立可带涂改，那可能要判7年啊。立法院的送案登记簿有一栏格外醒目，国民党叶元之的上方那栏用立可带涂销加原子笔杠掉，原来这是民进党立委林怡景的两国条例被爆料收回提案。我是亲自到议事处去，大家知道立可带涂上去是不会看不到哦。俗话说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国民党立委罗志强拿灯照纸张背面，在照射下一览无遗。第一栏委员名字林怡景，第2栏法案名称，也就是两国条例。后面2栏，一栏是送案助理，一栏立院分机。只是法案连述完，似乎没想成案，也被酸，雷声大雨点小。蔡依瑜委员之前也提过两国条例，最后撑了7天，就匆匆撤案了。林怡景更快，撑了2天。致电林怡景本人没有回应，不过他在脸书发文澄清没有成案，何来撤案？还有委员要连署，法案要完整修，需要时间。议事处也有提出修正建议，所以说尊重个别委员的提案。那任何的议案在未成案前，甚至成案后，都势必要经过充分讨论的民主。据了解，这本送案记录簿没有戳章，不算立院公文。李怡景擅自涂改送案记录，不构成刑法伪造或变造公文书罪。但他说议事处会给修正建议，也被蓝营立委吐槽，怎么可能？但是议事处绝对不会来告诉你有什么意见，这个案子会造成两岸战争哦，所以是不是考虑一下？本来你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谈两岸，结果现在是连滚带爬，那连滚带爬就变得
没出息。林怡景暂时没有送件，让蓝鹰从满怀期待变成好遗憾。赖清德改名叫赖怂德好了，有够怂啊，真的怂包啊！林怡景是赖清德在担任国大代表时候的办公室主任啊，从那时候就跟赖清德一路跟着赖清德长大的，到现在都当上立委了，赖清德的绝对嫡系啊，绝对嫡系。我跟你讲，另外一个提案人自己划掉了这个赖瑞隆啊，真是很丢脸。真的会怕变成下一个马杜罗哦！你还记得我们这给大家看的王定宇那个怂包样？中国不是美国，台湾更不是委内瑞拉哈，所以要把这个事件类比，说中国也可以比照办理哈，这是一个不当而且错误的类比。什么时候变成错误的类比了？你们都会怕是不是？结果你看三立新闻多伟大，川普下一个抓习近平呢、认真抓啊！这是个不当且错误的类比啊！什么时候王定宇这么怂啊？赖瑞隆就是个霸凌仔啦，最勇的不就你们王定宇，还被听台湾，你看还穿听台湾最挺啊！这时候呢，错误的类比不对，不一样哦，不一样哦，啊，不是很敢讲，不是很秋，唉。一群怂包啊，看了真是大家失望啊，真的是有够失望。就说你赖清德害怕变成下个马杜罗 ，G2 架构之下，美国根本不会鸟你日本、鸟你台湾、鸟你菲律宾、鸟你第一岛链的任何一切，只要中国不去动到美国的驻军，不要去破坏到二战之后美国在日韩享有的特殊权益，基本上。美国是不会管的，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忙着管自己，忙着玩自己、应对川普啊。如果你没弄懂，你会被他的乱拳搞得很花。他乱拳套路是乱来的，你不知道他要打什么拳。所以18年到20年啊，2018到2020啊，北京确实啊被打了一脸懵逼。08年的时候，奥巴马也只要钱呐、这么过了10年来一个川普，他不是商人吗？给他钱他也不满意啊。这个中国真的是被美国啊这个川普搞得啊一脸懵逼啊，搞不清楚川普到底想干嘛，很被动，非常的被动。但进入疫情期间呢，基本上这些事情就暂缓。中国下了大功夫啊，好好狠狠的研究了一番，发现哦，原来川普是这样。好，我爆一个料给你啊。在那个川普要上台之前呢，我曾经跟一个对岸的学者聊过这个事情。他跟我说，他们内部早就做好对川普的各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大陆的智库，他们是没有显著的那种智库，他们主要就是透过这些学术机构，然后透过呢他们的就是共产党的网络，把大家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政协啊各种方式的建议跟看法汇集起来之后做综合研判。他就说他们很忙，他们现在都在出报告，因为知道川普一定会上台，主要去研究就是最终川普会怎么做。他说虽然不确定川普一定会怎么做，但是至少川普目前想得到的或可能的，或者就算很不可能但是有这个机会的，都有一定程度大家的应对的方法。对，就是写内参啊，人家是真的做好准备，因为你在他的乱拳之下你不知道他要干嘛，但是当你摸清楚他的套路之后，你就知道，你就可以从匆匆忙忙变成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简单来就是各种预案。今天民进党这些怂包啊，他们真的对于现在的世界一无知悉啊，他们不知道说天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们现在很怂，他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尤其赖清德最近继续发了疯似的继续骂在野党，要跟在野党对干到底。他现在对外很慌，他不知道怎么办啊。现在对等关税悬在那边已经悬多久了，外加了多久了，没有任何可以得到的解答啊，所以只好在目前这个状况之下，只好继续的对内施压嘛，继续的加强对内的施压，来确保自己在台湾内部权力的巩固嘛。逻辑就是这样。所以现阶段为什么赖清德要撤回这个两国条例？本来是想说透过军演结束之后再炒作一波两岸对立的红利，但现在发现了再炒下去真的会出事啊，对不对？你看吴子嘉怎么骂赖清德。民进党有个习惯，林怡景干这个事情只有一个可能性，不要去怀疑，100%就赖总统交代，赖清德指挥他干这个事情，好不好？讲听清楚一点，就这么一件事情，没有别的可能性，好不好？那林怡景今天这个当然是丢了嘛，什么好讲的？但是这个老美一定弄他嘛，你开什么玩笑？你要修宪呢？这是讨个派去啊！赖清德没有这个 LP 啊来干啊！不是只我讲啊，吴董也讲了。
所以其实很清楚，赖清德是真的怕成为下个马杜罗。你不要以为正义使命2025，赖清德真的觉得没在怕，他要真的没在怕，他就呛瞎了。他就是因为怕，所以他说不要升高情势，妥善应处。会怕哪不会怕啊？现在美国演给你看，还纵容俄国做一样的事情，所以我在讲嘛，最恶劣的是俄国嘛，把军队开到人家家里杀人占地；第二恶劣的是把军队开到人家家里杀人打劫绑架；第三招是最文明的，把军队给你围起来，我不杀人。但是我能不能打劫你啊？我也不打劫你，我就绑架你。也不要说绑架，我请你去喝茶，我可以做到不杀人啊，可不可以做得到？俄军的能力高还是解放军能力高啊？对，因为今天俄罗斯把军队开到人家家里杀人抢地盘，美国说赞啊，美国自己也干啊，把军队开到人家家里面去杀人打劫绑架啊。今天如果解放军把军队我不开到你家，我开到你家外面把你堵起来啊，叫你出来，你出不出来？你有不出来的空间吗？我不一定要杀人嘛，而且我跟你讲，解放军可以干些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发布公告，请现在所有驻守在雷达站、飞弹防御阵地、各大空军基地、各大机场、军事军用机场、军用设施的所有军人即刻离开设施，我们将会在2小时后进行轰炸。那我就问了，2小时后，那请问士兵是走还是不走啊？阿兵哥是走还是不走啊？要玩太多招可以玩了嘛，太多是可以玩了嘛，还可以干嘛？全程直播，用天眼盯着你总统府，请总统府除了赖清德、萧美琴以外，所有人员离开总统府，将在2小时后进行轰炸。如果都撤离，只有萧美琴跟赖清德留着，就不轰炸。那走还是不走？你走还是不走？反正美国已经告诉你可以嘛，把军队开到人家家里杀人占地 OK， 把军队开到人家家里抢劫、杀人、绑架 OK， 那还有什么不行？就是为什么不行？不是我就讲嘛，为什么不行？美国已经告诉你可以啦，还有什么不行？我给你2小时，可能够了吧？看看你要不要运啊？不准运哦，运的话再补充。如果移动军事设施立即轰炸，你跑还是不跑？你移还是不移？我就给你这个网络就直播，我已经照着你的军事设施照的哦，我就照在那边做不做得到？我 TB001 我就可以直接照到你的101了，你可以继续说嘛？监视器啦，前面战争，后面上班上学，你要不然你就继续讲，没关系，你就继续讲，你就在台北市议会或台北市府前广场拿大声公，各位乡亲，我是苗博雅前面战争大家不要怕，等一下继续上学上课不用担心那个都是监视器，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旁边黑熊有没有拿出小橘书，喃喃叨叨，黑熊万岁，黑熊万岁，黑熊万岁。我拿小橘书，我是俞北辰，你可以动吗？你不准动。我1本小橘书 70% 封锁能力，3本小橘书 210%， 封死你，行不行？可不可以？有没有战力？战力爆表啊！开玩笑，这种书怎么可以丢？神灵附体啊！圣光照耀，有橘书保平安啊！这就台湾的国防啊！而且你抓得到他吗？他跑得比你快啊！这才是厉害的啊！有没有？再不行还有什么招式？你给两时天地开张，万事大吉祥！哇！我见将别向天庭，空性顺我文珠笔，顶天天清，顶地地灵，顶人人顶升！哇！点共军灭亡，点阿哥原地爆炸，哇！点习近平，点胡锦涛，点李强，点李克强李克强死也免点，哇！点川普，点奥巴马，点拜登，天降新兵新将，哇！赞啊！咱不行啊！赢了啊，送啊，这就行嘛，就一定赢的嘛，有什么好怕的？怎么民进党就这样玩啊？你觉得青鸟是什么东西？青鸟就是看到小橘是会高潮的，你知道吗？台北车站发生丢烟雾弹、拿刀捅人的时候，民进党的林志杰就拿小橘树出来，可以挡北车恐攻，下挡北车恐攻，上挡阿共飞弹，向前震慑习近平，向后吸引America， 有如神助，能学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么薄。王义川，你以为他只会讲没有靠背吗？我跟你讲，他最厉害是什么？他最厉害的是他是天主教徒，但是他知道什么？拜洽，王亚兵啊，王亚炯啊，天港新兵，天港新将啊，大家来啊，这阿炯啊，阿高退伞，这是他最厉害的啊。就是这样啊，知道吗？这些人都脑子都有问题啊！这个民进党就每天这样玩啊！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说实在话，不是我想嘲讽他们，这一些东西全部都在电视上出现过，我只是把它拿来笑他们而已。电视上民进党人是真的，不止在电视，在网络上真的演示过的事实，或者是我哪一句话是在
鼓吹战争嘛。撇清质疑，绝无美化战争，但苗博雅会不会这么认为，都因日前的这番话。现代的战争，它在发生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在战场，军人在战场，但大多数的人其实还是维持着日常的生活。因为他说，乌克兰官员就是这样告诉他。乌克兰的东部很多的战区这个满目疮痍，受到很大的打击。可是乌克兰另外没有被俄罗斯占领的部分，其实日常生活都还是要继续。不过不少人不买账，网友留言根本是美化战争，也有人算苗博雅是把人喊上前线，自己再撤退到后方罢了。这个其实就是很典型的认知战。他就是要把提出全社会防卫韧性的这样子的概念跟想定的人，全部都打黑全部都让大家不敢再去。要证明自己没错，苗博雅也拿以色列为例，指以色列的面积仅台湾60%，与敌对国家没有海峡天险，但发生战争时，非交战区还是要维持基本日常生活运作。高手后面还有高手，总能有这么多高手。我跟你讲，这民进党真是有够厉害，一山还有一山高，有做鸡桶的，有做塞工有胡言乱语的，有唱 rap 的，还有数学三角函数专家，什么的人都有。